我是鸡汤妹妹，鸡汤哥哥，你是鸡屁股，爱你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买个啾。谁的 YouTube 最好看？卡贝 YouTube 最好看。谁的 YouTube 最好看？卡贝 YouTube 最好看呀！好烦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回归正题，我们要来聊聊看我们的梦想 and 那你们的梦想呢？因为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规划我自己的人生的，然后应该有些人会知道我是规划控，然后我就来今天来教教看大家可以怎么样去规划。因为像是我后面那个板子就是我之前的人生规划板，然后等一下可以把它解释给大家看。然后今天我们刚好要做一个新的，这样贝拉也没做过，所以我们就一边来做，然后一边跟大家分享我们未来的梦想。我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，就是希望可以慢慢实现我们两个的之外呢，也可以让贝果们有一些收获，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更有方向，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乐，一起打闹，然后也可以一起成长成你更想要成为的人。好正面哦。对啊，我们不是什么宗教团体，我们现在是心灵鸡汤。我是鸡汤妹妹，你是卡卡教主，我是鸡汤哥哥，你是鸡屁股。好吵哦。我大概先整理了一些给大家看，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的话，你就很容易每一天浑浑噩噩，然后就觉得很浪费时间，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办。像我老婆，你之前是不是就是没什么梦想？对，我们在录这集之前，我们前几天就已经一直在准备了，然后他就想半天，然后一直在讨论。然后你可以说一下我在哭腰什么是吗？对，没有，因为在做梦想版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以前别人说设梦想的时候都是非常简单的想法，就是以后要买栋房子，然后以后可能要开一间店，但是都没有去实际的计算出到底要花多久时间、多少资金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，就很虚幻、很空无。对，我要，但是每天还在打风之谷。开玩笑的啦！你现在骂到所有打风之谷的人了。我跟你讲 ，Alan 现在也在打风之谷哦。是我先开始玩风之谷的。然后那一天就是跟卡卡一起在讨论梦想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才跟我讲说，就是设定梦想的时候，你还要再设定你要花多久的时间去完成，然后你要准备多少的资金。然后我就很苦恼，因为我对于在设定资金这个东西没有概念，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多少钱，对吧？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上网去查资料什么的。有一只小怪兽钻在我手下面。好，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精准的数字，然后时间或者金额。你30岁完成环游欧洲，跟你90岁有钱去环游欧洲，那个差别差很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一定要很清楚的。然后我今天想帮大家借机弄仔细这些数字。然后其实在做这一类规划有一个东西叫 SMART 法则，就是 SMART， 但这个太复杂了，你们有兴趣可以直接 Google SMART 法则就会有。然后我今天就先帮大家简化，就是这个法则条件就是要有时限，就是时间限制，然后要有金钱观念，就是例如说一台车要多少钱这样子，然后还有要是实际的可以达到的，不是天马行空的。例如说你写一个梦想说我要长命百岁，跟外星人吃一顿牛排晚餐之类的，这样就不行。这样就是太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，像这个板子是我自己已经破破烂烂，然后我就不想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还是用一个后面还是人体素描的高大，这个不能播出来，人体素描的来写，然后就很破烂，因为就已经很旧，因为我是更新版本。这是2016年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有签名日期。这个很大的板子是2018年的，就2年前的。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更新了，可能过了点醉生梦死吧，最近要重新开始了。然后其实就是我重新去检视，会发现我很多都达标了。例如像我之前有写，就是我想要跟我老婆、我的爱人，然后一起环游世界，然后可以一起经营一个频道，然后可以到处旅游，然后一起养宠物。然后现在就实现了，你看这只狗还在上面，很幸福的呢，一起入境哦，对不对，小妈妈？对，就是这种人是要规划。当然我前面有干过好几个啦，就是你知道换过女朋友啊之类，或是就是被甩很惨的，可是就终于会得到嘛。然后还有比如说存款要多少啊，然后要去过什么国家，我帮大家简单来分类一下。我先帮大家分成6大类，第一个是家人相关的，然后第二个呢是个人成就，第3个是个人外表，第4个是感情，第5个是物质，
第6个是社会贡献。然后我简单举例来说，像我之前的旧的板板，我这边就是一个家人相关的，就是例如说1年想要带妈妈出国1次啊、2次啊之类的，大概会花多少钱？像我这个个人成就，大家简单看就好了。像这个就是以后变跟艾玛华森一样的类型的人，朝他前进，内外兼具。大家不都说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就是因为规划来的，没有啦，能歌善舞这样子。然后我希望之后可以就是上杂志，还有就是我可能想要一个怎么样的，我想成为艺术工作者什么的，这个是个人成就。然后还有外表下面就有写，就是辣妹没看过吗？对啊，辣妹身材之类的，反正就简单的啦。然后有一个爱人，然后我上面还有贴 Rose and Rosie， 就是英国最有名的女同志情侣，他们有90万订阅。我从以前就看到他们，觉得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，可以跟另外一半一起拍 YouTube。然后可以一起到处出国，就是我那时候就定好了。然后还有物质上，就是我想要每次出国都有超好超大片的采光，很好的 feel。对，青年旅馆那种也可以，但是我不想住，就是我一定，因为青年旅馆就不会有这种，代表说我一定要有经济能力，我才可以住这种房子嘛。然后或是我要去环欧，本来是今年要环欧啦，然后就是不是我的错。对，物质也有像买车啊，你真的去看，像我之前我想要一台那个宾士的 AMG， 就是休旅车哦，我也以为才200万，结果去查到800万。但是这台车很 man 的，他就开一个超 man 的车。但重点是，就是我至少因为这样，我才有机会去把价钱查出来，不然我就不知道，就是天马行空。然后后来我就退而求其次，想要特斯拉。特斯拉就是太贵，从800万现在变100-200万就可以买到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去算。然后社会贡献可能就是捐钱给浪浪之家，或是像我现在就有固定捐钱给那个国际特色组织什么的，不用一定 care 分类是怎么样。然后重点就是你有写出来，那个只是帮助你比较好写出来的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一边做我们的新的梦想版，然后他继续想下去，一边分享给大家看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开始做梦想版的材料，就是你可以去书局买一个纸板，什么大小的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刚刚那6个分类里面的细项都先打好，打在手机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查资料，就是查照片。我有些朋友是喜欢直接用电脑排版，然后直接整张印出来。对，然后但是我是喜欢把它拿出来像刚刚那样子剪贴的，所以就看你的个人喜好这样。那我们就要开始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耶！我们的梦想版一起做完喽。虽然大部分是我写的啦，因为他的字比较漂亮，所以我都说可不可以给你写。好，我先大概解释一下好了。中间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有一颗爱心，还有满满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可能像幸福婚礼啊，我们就说25岁以后要跟老婆结婚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婚礼，我们都有想好写好了。这边是我们要在我30岁那一年，我们要一个人准备40到50万去环欧，耶！然后要很辣的身材才可以拍很多美照，而且还要一直出 vlog， 所以我们要在那时候赶快把减肥。我们这2个月就要减好了，然后我们还要一边环欧，然后一边出 vlog。像这边我们都说我们要成为时尚的 YouTuber， 然后一起环游世界，然后找 Rose and Rosie 的图参考。然后下面是我们会捐钱，我们自己有写固定的金钱数字的，会捐给浪浪之家，然后一些女性协会跟国际特色组织。然后这就是我们非常物质的地方了，我们自己买车跟买房子为前提，然后去存钱，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收入很大一个，我会存到50%以上，就是我的存款。但车子有点你知道列得太梦幻的图片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写价钱。但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假设你要特斯拉 Model 3，然后100多万，你可以直接写多少钱存到头期款，然后几个月分期完，然后什么时候要买，就可以写得更清楚一点。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买车，所以我们是以买车跟买房为前提去存款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说，我们的住的地方一定要采光好，这是示意图啊，台湾可能很难有这种房子。对，然后还有2个双人的流理台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希望可以做成。然后这边就比较偏我们个人成就的部分了。个人成就的部分就是贝拉找了 Kara， 我找了艾玛华森，就我们想要成为有自信的样子。我上面还写什么？有自信的 hot girl 这样。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年底的 YouTube 订阅可以到30万，然后 IG 的 follower 可以到25万，开始要转型成风尚的情侣档，然后旅游 YouTuber 这样子。我这边还写，我希望可以在30岁之前就筹备好我的个人
可能画展明年就要了。我希望在对30岁之前筹备好我的个人品牌。我拿了一张Gucci的图当示意图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就变成，因为我现在开始计划，所以我等于每2个月，我希望自己念完一本相关的那个品牌的书。我们需要从今年底之前就可以参与一些电影的制作或什么的，所以就是有对这种东西有兴趣。这个是画展，就是我希望明年就可以开画展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开始筹备，要至少每个月至少要画1幅画。我老婆画画很漂亮，你可以设一个什么儿童区，然后上面都是放贝亚的画，因为贝亚的画很像儿童会画的东西。没有，我说你可以设置一个写儿童绘画区，然后上面都是贝亚的画。哦，之后再说，很莫名其妙哎。我老婆不懂我的笑梗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梦想版了，很大张嘛，然后我们准备要把它放到床头。先跟你们大家说，你们在做梦想版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因为就像我们2个，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说，那我们到底要买房子还是要买车子？然后还是到底要住哪里啊？然后开始讨论，然后还特别去查，我们现在薪水收入，那头期款要存多久，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，然后分期要多少？就是你真的开始做这个，你会开始精打细算，然后才会知道距离你的梦想还有多久，然后有没有办法达成，然后到底想要一起完成什么事情，还是有些事情可能贝拉不想跟我一起完成，然后我可以去找朋友啊之类的。就是我觉得会发生蛮多好玩的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一一把它列下来。当然，如果例如说车子这个事情好了，你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买，或是到底要花多少钱之类，你就可以先列一个示意图，然后之后可能慢慢把它加上去。因为梦想版毕竟你还是可以跟动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重点就是一直在一个明显的地方一直提醒你，然后督促自己，对，督促自己，就算到时候时间到了真的达不到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本来今年就已经要环欧了，可是就没有办法，然后变成是那我就在规划一个时间嘛，一直提醒自己，延后也没有关系，可是如果能达到的话，当然是最好的。然后我就会觉得。生活变得很有计划，然后就是你一直知道自己进步一点的感觉，你不觉得还不错吗？蛮爽的。对，而且你自己说，我看你第一次做这个板子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很踏实的感觉啊，就是因为毕竟，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我的梦想版可能不会做那么大，但是因为如果是跟我老婆，我觉得就是勇敢做梦。也不是勇敢dream， 不是勇敢做梦，就是会觉得说2个人一起为自己，就是2个人的未来规划那种感觉还不错。爱你啦。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对大家有帮助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做，然后你之后也可以分享给我们，如果你有做的话，还有你有任何心得都可以告诉我们。任何疑惑也可以告诉我们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咯。马一个啾。拜拜。